大家好，那最近呢有小伙伴反馈呢，我之前的视频呢很多在这个短链接这边啊，如果你打开的话，这边的话就会提示啊这个找不到链接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这台短链接这个服务呢是部署在我之前申请的这个永久免费的甲骨文云服务器上，但是呢甲骨文云服务器它有时候呢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连接不上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它毕竟是完全免费的，因此它并不能100%保证你的数据安全啊。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期视频，如何更安全、更高效的备份我们 Linux 服务器上的各种数据，比如说网站数据啊、Docker 的本地持久化数据，还有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个各种服务的数据啊、数据库啊之类的啊。当然的话，我们目的地也可以配置成多个目的地啊，然后更加安全的备份我们网站的一个数据啊。那这样就不会出现我之前像这个短链接网站一样，然后很多数据呢都已经丢失了啊，只能一个一个再手动添加回来。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服务器之间进行一个数据备份啊，并且是自动化的一个增量备份啊。我们使用的原理呢就是 RSONC 加 cron 的这个计划任务啊。那什么是 RSONC 呢？它是 Linux 下最强大的一个数据同步工具。它的优势呢就包含这些啊，第一呢是增量传输啊，就是它只传输变化的部分啊，大幅节省的一个带宽啊。第二就是支持压缩啊，传输过程中呢压缩数据啊，速度更快。第三呢就是保持属性啊，我们在原服务器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文件属性啊，时间戳或者是软链接，那到你备份的一个目的服务器呢也会保留这些基本的一个属性啊。第四呢，就是一个支持排除啊，我们可以排除指定的一个文件或目录啊，比如说有些目录呢就是没有什么用，比如说日志目录啊，那我们就可以排除那个目录，进行一个其他完整的一个备份啊。最后就是 SSH 加密啊，就是通过 SSH 的一个传输，安全可靠啊。我们现在呢需要准备2台服务器啊，第一台服务器呢就是原服务器啊，然后它就是需要备份的数据的一个服务器啊，第二台就是目标服务器啊。然后目标服务器就是存放备份的机器啊，当然你这个目标服务器可以准备多台啊，就是多台数据的一个同步啊，那这样的话更安全啊。还有就是2台机器都要安装这个 RSONC 服务啊，大多数的这个 Linux 发行版呢都已经预装了啊，后面的话我们会演示到啊。我们其中一台这个目标服务器我们就准备这个莱卡云这个服务器啊，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莱卡云这个官网啊。然后选择一个产品服务啊，然后选择一些我们自己需要使用的一个服务器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使用这个香港的 CN2 GIA 这个服务啊，然后这边的话价格也比较优惠啊，那我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先登录好我们香港这台CN2 这个服务器啊，然后另外一台就是我之前就是甲骨文这边的一个服务器啊，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导航网站啊，我们就以这个备份导航网站这个例子啊，为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导航网站啊，整个流程呢就是非常简单啊，就是 RSONC 加 cron 啊，进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增量备份啊，2台服务器上都安装这个 RSONC， 然后配置 SSH 免密登录，然后编写备份脚本，然后设置 cron 定时任务。然后定期检查日志和验证备份啊，主要就是这5个步骤啊。然后我们第一步就是安装这个 RSONC 啊，我当前这台服务器呢，它是乌邦图系统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进行一个安装啊，我们来复制一下。香港这台莱卡云服务器呢是 Debian 系统啊，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命令来进行安装。如果你是 CentOS 系列的一个软件，你就使用其他的一个方法，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演示了啊。然后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想要验证一下这个 RSONC 的一个版本啊，我们来复制一下这个命令啊，可以看到当前的版本呢是3.2.7啊，然后这边我们也看一下啊，这边也是3.2.7啊，就说明第一步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第二步，就是配置 SSH 的一个免密登录啊。然后备份是自动化的一个任务，不能每次都输入密码，所以说需要先配置好 SSH 的一个密钥登录啊。我们在这个
原服务器上生成密钥啊。然后我们来复制一下这个命令。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密钥的话，就可以跳过这个步骤啊。然后我们来复制一下这个命令，然后在我们这个甲骨文服务器上来执行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ls 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密钥啊，就是文件已经在这个隐藏文件夹点 ssh 里面生成了啊。然后就是将这个公钥推送到目标这个服务器 B 啊，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徕卡云这个香港这个服务器啊。因为我这台服务器的话，它这个端口是50422，那我们就使用这个自定义端口这种方式啊。然后我们直接来输吧，跟上我们目标服务器的一个 SSH 端口啊。如果你是22的话，就可以免除这一步啊。后面的话，我就是跟上我们root， 然后 at 后面跟上我们目标服务器的一个 IP 啊。然后我们这个就是目标服务器的 IP， 我们来复制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公钥啊传入到我们香港服务器了。然后这边需要输入上密码。这个密码就是香港这台服务器的密码啊，然后它已经传输过去了。接下来就是验证一下它这个免密登录是否成功啊。我们可以使用它推荐这个命令啊，来直接复制一下。可以看到目前的话还是提示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目标服务器的密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目标服务器是否开启了公钥认证啊。我们可以执行一下这个命令来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它这个密钥登录呢是没有开启的，是 no 啊。那因此我们就把这个 no 改成 yes 啊。我们直接进去给它修改一下。然后在最下面啊，我们找一下这个。然后直接按住字母 A 啊，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把这个 no 改成 yes， 然后 ESC 冒号 WQ 保存并退出。然后呢，就是我们重启一下这个 SSH 服务啊，然后直接执行这个命令。好，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免密登录啊。然后我们还是执行这个命令，然后回车。可以看到当前呢就已经免密登录到我目标服务器这台机器上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香港这台服务器啊。然后我们EXIT 先退出一下接下来就是在目标服务器来创建备份目录啊，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呢需要备份到我们目标服务器的哪个文件夹啊，然后我们就来创建一下你可以创建多个然后我这边演示呢就先创建一个，我们后面演示的话用得到就是在这个系统目录下创建一个backup 这个目录用来存放这个备份的文件然后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 ISYNC 的一个基础用法，就是使用这个 ISYNC 加选项再加原路径再加目标路径就是这样一个格式常用的格式就是减 AVZ A 就是归档模式就保留这个权限、时间轴、软链接等，然后 V 就是显示输出，然后 Z 就是实时传输时压缩然后你也可以加上大写的 P 就是显示进度支持断点续传然后看一下这个减点 delete 这个呢就是删除目标中原端已不存在的文件，就是完全镜像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加上这个命令的话，就是保证你目标服务器跟那个原服务器是100%一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命令我们先把它直接复制到这个原服务器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址给它改一下，
然后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呢是原地址啊，我们就是当前服务器的一个地址啊。我们当前是在root 下啊，然后有一个导航目录啊，我们就把这个目录啊备份到我们远程服务器的backup 下面的 app 下啊。然后此时我们就可以手动来执行一下啊，看一下当前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拒绝了，就是当前我们这个目标服务器呢使用的是50422端口啊，我们需要再加个端口啊。呢就是直接加上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p， 然后中间加上我们这个端口啊，我们来复制一下啊。现在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可以看到当前呢已经在备份这个数据了已经备份完成了。我们看一下目标服务器这个目录里面这个 app 目录下已经有这个导航目录了，就是已经完全把我们当前这个目录备份到这个目标服务器了。然后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数据的一个完全的备份我们就可以直接执行docker compose up-d 在这个目标服务器进行一个新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搭建然后我们看一下实战的场景，就是备份网站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可以备份就是除去这个日志文件，或者是还有就 git 这个文件，然后来备份我们某一个网站的一个数据备份到我们目标的一个网站这是一种场景。还有就是备份 docker 数据我们一般 docker 呢，它默认的镜像呢都在我们这个默认目录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镜像备份到目标的一个镜像当然原理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个备份这个数据库然后数据库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数据库导出来，然后把这个导出来的文件备份到这个目标服务器场景4呢就是 SQLite 的一个数据库备份这个呢 SQLite 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文本文件，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进行导出然后再同步到这个远程服务器那刚才演示呢就是我们手动备份，那我们要实现自动备份呢，就需要编写脚本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脚本我们先复制一下这个脚本文件然后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呢，就这些地方配置区域，还有就是备份目录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目标这个服务器改成我们自己的目标服务器，然后端口呢改成我们实际的端口，然后用户呢就使用 root 用户，然后目标目录我们就使用这个 backup然后这边的话我演示呢就使用一个备份目录就可以，我们把下面这个删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备份我们 root 下的一个导航目录我们就把这个目录给它备份过来，然后填到这个地方。那现在就是我们这边是原目录，然后这个是目标目录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上面这些修改一下就行了。然后显示日志的话，你默认是在 var 下 log 下进行个日志的显示然后下面就是执行区域，你就不用修改了。还有就是执行区域中，你可以排除这个日志或者是其他不需要备份的这个目录你都可以在这边填然后我这边演示呢，就直接修改这几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全选一下。然后我们退回到这个 root 目录，然后直接粘贴回车，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目录呢就出现了一个 sh 的一个脚本文件然后我们就看一下需要把这个脚本增加一下执行权限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呢已经有执行权限了，然后我们可以手动先来测试一下它这个是否会成功我们直接执行一下，它没有报错就说明刚才这个脚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在目标服务器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是在这个 backup 写一个 myset 里面目录，然后这个目前是我们看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导航这个目录已经完美的备份到这个目录里了然后就是配置定时任务然后定时任务的话，我们就可以
系统自带的这个 cron table 来进行一个编辑啊。我们来打开一下，第一个就是分时日月周就是后面是星期啊，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时间频率的一个调整啊。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想每小时就都备份呢，就是比较高频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就把这个填入进去就行了。然后其他的话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修改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不会的话，可以把这个扔给 AI， 让 AI 给你写这个 cron table 啊。然后这个呢就是每小时进行一个备份啊，我们直接给它保存退出，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定时任务的一个查看可以看到目前是每小时的整点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备份啊。当然你也可以调整成每分钟进行一次备份啊，那频率就更高了啊。然后就是备份完的话，你需要检查一下日志啊，检查一下这个日志有没有备份成功嘛？这边的话都会显示它这个什么时间备份的，然后备份的目录是否成功啊。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查看啊。然后就是备份结果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脚本里面加上这个电报的一个推送就是告诉你的这个备份成功了或者失败了。这个的话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添加就可以了。其他就是一些安全上的一个检查，我这边就不再过多的演示了本期视频呢主要内容就是这样，就是完成我们数据的一个备份然后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谢谢大家。